我走的地方始终是非香非尘。哎呦，几岁了？妹妹哇？要给你拍照，来，下次给你送过来啊。我的职业呢是成都市公安局训练支队的老师。10年以后，在城郊结合部疯狂的高密度的进行拍摄，20多万张片子，10年基本上就把这城郊结合部的面貌完全改变。成都出现1环路是在80年代之后，2环路、3环路，这扩张的过程就是村落不断消失，变成城市。有一次在成都一个很著名的工厂，面对这个拆迁，所以我就跟着那个社区民警转了几圈，他又带我到那个工厂旁边，有点类似于棚户区。那天我觉得我太不熟悉成都了，成都的城郊的人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有的城郊结合部它有一个共性，新建的工地旁边一定有理发店、吃小吃的地方，卖这种旧的衣服，既有当地人，也有外来人口在当地驻地的，可能房租只有几百。很多东西它城里头它是不会出城的，这个地方充满了危险，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样本。城郊的一些铁路旁边，一些工厂的旁边，抽闷烟的，一列火车过了以后还是在那儿抽。这种压抑呢，跟它的能量的难以释放也有关系。我在城郊拍了很多这种纹身的很酷的年轻人的，看上去凶神恶煞的，其实老实巴交的，左青龙右白虎，其实他都是给自己壮胆。我也赶上过这种欢天喜地的，就是结算工资的一个场面嘛，看到一些农民工经的这种喜悦，也有焦虑，很矛盾，很复杂。在废墟旁边工作生活嘛，寄人篱下，床上特别的干净，可以说一尘不染。母亲带孩子，要让孩子从小有一种养成。其实母亲她不向这种生活低头。中午吃啥子哦？那一天我就在拆迁的现场，他是做一种最下游的工作，拆掉的砖，把上面的水泥踢掉了以后，再去卖钱。一皮砖呢是3毛钱。问他们是凉山哪个县的，是美姑，是布托，是昭觉。他们妇女很勇敢，能走出大凉山，到城市里头来挣一份自己的位置嘛。长期去行走，才有机会和这种荒诞的场景相遇嘛。有几幅红绿灯的这个片子，田里头庄稼都还在，怎么就红绿灯就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大量的房地产广告，工棚里头的打工的人，他就恰好弄在遮风挡雨的这个工棚的一个外墙。行走在城郊结合部的那些区域，开始他们对我很反感，靠的就是长期主义，长时间的和他们生活在一块儿，熟悉他们。拍一个村，要拍一户人，我会长期跟踪。是不是你哦？哎，是啊，我给你拍的照片的嘛。哎，你好久没见哦，我给你们专门做的，你看嘛，有好多照片做了送不出去哦。好，好，谢谢。不谢，哦，送给你。几乎每天背着相机，早上出门，先去成都周边的一些地方先拍了照片，再去上班。头天踩的点，第二天必须去，再晚可能就被拆掉了。我降了3%的饱和，加了一些灰度在里头。灰的话，经常就在拆迁的区域，面对突然倒塌的一堵墙，泛起来的那种灰尘。
80%是四川，20%是外省，去了北京周边，中国西部的很多省份。尽管它有差异，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你找到一个点，其实也就找到很中国的这种感觉，既荒诞，同时也有几分伤感在里头。有一个观众在这个展厅门口看到那张巨幅的打工的人手握铁锤的这张片子，他足足在那地方停留了1分多钟。城市的发展这种逻辑就是速度，快。这段历史，这个区域是在当下中国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不可残缺的一部分。如果我不及时的记录这些东西的话，可能这个阶段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但它确确实实有存在过。